严律，这个案子里你的身份有些特殊，得回避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参与这个案件，我会向高检汇报。好了，表决吧。同意起诉的举手。放下。不同意起诉的举手。好，结果2比2。看来我的这一票很关键。我的当事人胡方全确实从事高利贷活动，他这是违法行为，但不是犯罪行为。他承认，检方认定的5个被害人确实是他的客户，而且之前也被他带走过，但是已经释放。尽管2告张崇轩，3告金朝国说他们是受胡方全的指使，把这5名受害人装到铁笼子里，扔到了江里。那我想请问，尸体呢？尸体去哪儿了？5名受害者，1具尸体都没有找到，难道你们就不怕你们定性的死者会活着回来吗？胡方全辩护人，我们今天开的是庭前会议，不是正式庭审，请你就程序问题、证据合法性问题提出你的意见。我所说的，正是证据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。本案是典型的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，而检方的指控依据无非是2告和3告那些得不到其他证据支持的供述，就这样草率地指控胡方全故意杀人，难道这样符合规矩吗？我们认为，检察机关应当立即撤回起诉，这个案子并没有开庭审判的必要。公诉人，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这种观点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审判长，今天是庭前会议，本来不应该就着实质问题发表意见，但是本案的确特殊，所以公诉人简单说2句。首先，本案不仅仅有被告人的供述，还有证明胡方全与各被害人之间钱款往来的证据，以及证明被害人曾经被胡方全等人带离居住地之后音信全无的证据。所以本案不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案件。另外，关于故意杀人罪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找到被害人的尸体才能认定此罪名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尸体就限制了检方起诉，那等于是鼓励杀人者毁尸灭迹，留下尸体的伏法认罪，挫骨扬灰的逍遥法外。请问这就是辩护人口中的规矩吗？所以本案是否有尸体，只是一个证据是否完美的问题，并非证据是不是充分的问题。能否认定胡方全等人的罪行，还是要看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证据。公诉人，被害人尸体确实是杀人案件中非常重要的证据，你们确定找不到了吗？我们和公安机关正在跟进。如果在审判期间你们找不到尸体，还会继续坚持指控意见吗？如果找不到尸体，我们坚持公诉意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静儿，下班没？小珍啊，我刚下班，开车回家呢。回家多没意思啊，一个人，还不如跟我出去吃饭溜达呢。不行，我今天上了1天班，累死了。哎呀，我好无聊
啊，你陪我玩会呗。你无聊，我可不无聊啊。我回家还有一堆案子的卷宗要看呢。我都说了，还有一堆的案件要看，好几天的工作，为什么非要一天做完啊？你今天别做了，休息休息。我听说最近上了一部新的大片，叫《拯救海王星》，据说特别好看，咱俩去看呗。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姚真，我今天真去不了了。你要实在无聊的话，你就去找潘晓黎啊。下班了吗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说刮就刮，还让我找潘晓黎。我姚真朋友多的是，又不只有你老家一个人。再怎么也轮不到潘晓黎。哎，还在出差吗？上次也没见成。据说新上映的《拯救海王星》很好看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还在出差，你找别人看吧。喂 ，Lucy， 还在英国啊？大头，这么久不联系我，你都不知道联系我的吗？陪女朋友？喂，亲爱的晴儿，我们看电影去吧。你都看3遍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喂，姚真。喂，潘晓黎，你干嘛呢？一会儿有时间吗？有。8点见。有我地址发给你。好的。专门来接我？不是特意来接你的，我就是路过，顺便问问你。再说不是下雨了吗？谢谢啊。哎，任天宇，哎，你别那么正式，我真不是故意来接你的，我就是顺路。你就这么跟我走了，住进，他不会误会吧？毕竟她是你女朋友嘛。然后呢？啊？没有然后啊。哎，我就是怕她一旦误会了就不好了，是吧？毕竟女人这方面都还挺敏感。那你会不会这样？我？啊？我当然不这样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我们只是朋友嘛。那我觉得他也不会吧。行，你开车吧，我睡会儿了啊。哎，你真把我当司机啦？醒醒吧，到家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停车。车技不错呀，我睡得特别安稳。你睡得倒是安稳了，可苦了我这个司机了。哎呀，早知道跟姚真看电影就好。什么电影？不知道，科幻片吧，据说挺好看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看。现在？啊？你疯了吧？科幻片，我最爱看科幻片了。可是我们两个也没有票啊。我用手机订就行。走吧。真够随性的。
张少龙不愧是中国科幻界的大神，不枉费我小时候收藏了他一整套小说呢。你也喜欢他呀？啊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他，他的小说我全部都有，还逃课去看。就因为这事儿，老师还把我爸叫到学校去谈话呢。真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那本小说也差点被我妈都烧了。哎呀，姚真，咱们俩可真是太有缘分了，连喜欢的电影跟小说都一样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这个电影10几亿票房呢，那么多人看呢，难道每个人都是我的有缘人吗？那些人你不认识，但你认识我呀，我又认识你，我们2个又同时喜欢上一样的电影，这难道不是我们俩的缘分吗？姜文静，哎，还真是你俩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我们俩路过，你们俩不是秘密复合吧？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姜文静，还小黎，你们俩啊，我们俩今天过来看看。你掐我干什么？谁掐你了？刚刚啊，你掐得我太疼了。怎么了？是眼睛不太舒服吗？静儿，我觉得吧，你们俩可以看场电影了，电影挺好看的，你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哎，那个电影真的挺好看的，带他去看一场。先走了啊。还行，我觉得他俩比咱俩尴尬。走吧。今天谢谢你请我看电影啊。不客气，也谢谢你当我的司机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祝锦不是我女朋友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你什么人。我就是想告诉你。行，那晚安。晚安。喝起来，快点！又是你啊，又是你啊！又输了！来，喝吧！来，快点！喝了，快点！别跑！站住！别打了！我想看！别打了，放手！别打，有没有人啊？别打了！宝贝儿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们放开我！姚烨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还给我！还我手机！我正不知道跟谁要钱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！不要！喂，谁啊？祝锦电话为什么在你手上？你搞错了，不是祝锦的电话在我手上，是祝锦在我手上。不要你打的眼泪！你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绑架是犯法的？你紧张个屁呀！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少废话，马上放了书记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口气不小啊！这样吧，给你个机会表现表现，
2个小时内带着100万现金来城西的3江屯酒仓务证。不要来，杨丽他是疯子！晚了，人可就不一定完整了。记住啊，2个小时，多1分钟老子不等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杨丽，你怎么放开我？放开！杨丽，我到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到？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。一定要等我们到了再行动。杨丽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哥，你这马子够大的呀！之前怎么讲话的？哥的本事你还不知道？你别看他现在，别碰我！当年跟我的时候可乖了。那咱们可不知道呢。谁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我给你们来一个。来一个，我给你录一下。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变态了！对呀，我就是变态。来，起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杨丽，我提醒过你，你不放过他，我对你不客气。看什么呢？上啊！小心杨丽！小心杨丽！上！不要！再动我弄死他！杨丽，不要管我，杨丽！挺能打啊！打一顿试啊！不要管我！上！打了！打！不要管我！队长，蹲下！蹲下！回来！杨丽，没事吧？杨丽，怎么那么傻啊？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你要不要再仔细查一查，抽个血什么的，你再查清楚一点。你女朋友非常关心你啊，很有福气嘛，小伙子。您别误会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那就更难得了，这么好的女孩可要好好把握啊。休息吧。你别在意啊。你刚才怎么就自己这么跑进来了？万一那些警察来晚了怎么办？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不能让他们伤害你。我受的伤害都是我自找的。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。我不是在自暴自弃，我只是在面对现实。那些的确就是我的过去，躲也躲不掉的。对不起。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
接受你的道歉。当年的事情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把颜律交给你了，你得把她给我好好带回来。她要是敢少一根头发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着？你还能不认我了呀？啊？可不一定。我以为我不能面对你，我不想原谅你。但其实我恨的是我自己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是我一直在逃避所有的问题，我很恨我自己，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就选择自甘堕落。我每天都在跟姚烨那群人混在一起，喝酒、蹦迪、麻痹自己，反正所有一切寻求刺激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在干。对不起，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，不想见到我。我是不想见到你，因为我一见到你，我就会想到我哥。我一直都让我自己选择去恨你，我去怨你，因为我以为我那样子就会让我自己好过一点。除非是因为我死的，你恨我是应该的。可是，我现在不恨了，我也不想再恨了。刚才我看到你被他们打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我已经失去我哥了，我不可以再失去你。颜律，我们都放过我们自己吧。我放过你，你也放过自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边咱们去过了，去过了。登队。来，你们几个过来，快，挖。找到了，张浩伦他们找到尸体了。身份可以确认了吗？有点困难，毕竟尸体埋了这么久，可能会高度腐烂。死因呢？能鉴定出来吗？这个应该可以。这次找到尸体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太好了，现在事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我跟尹处去鉴定中心，你们也别在这儿耗着了，下班等待结果。好，你们准备一下。任律师没接电话。任律师忙得很，哪有时间随时都接你的电话呢？也是，他刚接手九泰的事务，有的忙了。王总，我听微微说，您看中了一块地，
是城北发展建设那块吗？那可是一块好地呀。是，那块地是不错，政策也给得好。我打算以慈善项目的名义把它拿下来。那之后呢？是建公寓啊，还是对外出售？您不会真拿那块地做慈善项目吧？不过您的眼光一向敏锐，拿下那块地，肯定又能大赚一笔了。也不好说，现在有好几家都盯着那块肥肉呢。嗯，我听说九泰也盯着那块地呢，而且九泰就是房地产起家的。那个马珊珊摆着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。志在必得，看起来倒像是虚张声势。嗯，之前我听任律师说过，九泰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他们可能想指望这个项目挽回下滑颓势，给股民信心呢。以九泰现在的情形，我想他们应该不敢轻易动用大量的资金。您这么有把握，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了？计划？哪有什么计划呀？一步一步的看吧，等拿到那块地再说。那任律师能不能帮上忙啊？任律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，至于做不做，怎么做，就全看他了。任律师是个聪明人，王总应该放心。你就别为我操心了。来，说说你吧。费尽心思的把魏清明的公司给搞破产了，为什么不趁着乱把他那珠宝公司也收了呢？错失良机了吧？不过还好，被我给捡了。魏清明，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？胡方全放贷，魏清明欠了他的钱，然后就世间蒸发了。而恰恰你认识胡方全，还很熟。你说这世上真的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王总，那公司都倒了，你还收他干什么呀？公司在他手里边倒的，是他不会经营。现在市值都跌成这样，正好方便我抄底呀。原料和生产没有问题，如果资金链也不存在问题，很快就会扭亏为盈啊。这都是白捡的钱呐！王总，您真是下手又准又快。这还得感谢你啊！你说，这魏清明到底哪儿去了呢？不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，不排除。搞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他的死因啊！科学，并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。姓陈的，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，要不然我把你上学的时候那些……哎！老同学，你怎么今天跟吃了枪药似的呀？是你们着急，我也很着急，好吗？发现尸体的地方土壤酸性大。那几个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，就算你把老师请过来，也一样鉴定不出死亡原因来，我保证。那身份呢 ？DNA 能检测出来吗？准确的说呢，以目前的常规技术根本就没法鉴定出身份来。
目前的刑事案件的 DNA 鉴定必须得采集静脉血液，对吗？可这几个尸体呢，别说是血液了，恐怕就连最起码的可供检验比对的检材都没有吧？总不能撤回起诉吧？不是，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呀！我就是发表一下观点。闭嘴！那你们谁说说，这该怎么办？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证明那几个人就是被害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连这几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反正那几个人就是男性。废话。哎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，至少能印证上一点被告人的供述。当然了，只是一点点。啊，我需要严律。严律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严律懂得可比你多多了，总比现在一筹莫展的好吧？严律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问题不大，过几天应该就可以上班了。哎，这就是英雄救美的代价。人家严律是有正义感、见义勇为，哪像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也有正义感，我经常见义勇为的。在游戏里？游戏里怎么了？游戏里也是需要英雄的。再说那没用，从这儿出去啊！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好，不应该提严律的事，继续开会啊。难道没有 DNA 身份识别，就不能认定故意杀人罪吗？那以前没有 DNA 识别的时候是怎么认定的呀？没有 DNA 技术的时候，判断尸体的身份主要靠家属的辨识，以及对服装、饰品的识别。当然，这些都不太准确，对本案也不适用。是啊，都高度腐烂了，家属也认不出来了。我想起一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人脸识别。在去年高检院的技术装备展上，我见过这项技术。一般来说，人脸上可以识别的点有10几个，都是骨骼特征。就算做过整形手术的人也可以识别出来，因为它识别的是骨骼而不是肌肉。对，我记得当时还有人问过，整形手术也是可以动骨头的，而当时的技术人员说，整形手术只能改变面部的1、2处骨骼特征，而人脸识别技术要综合脸上多处骨骼特征，所以不会有偏差。我想起一个人，刘冠宇。对，刘冠宇，对，他是我跟尹处的同学，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医科，后来去美国留学了，回来以后就研究人脸重建术，现在是高检的技术专家。一会儿联系一下他，让他尽快过来。好。那块地皮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盯着呢，再等等。要等多久啊？下个月就竞标了。我可是听说九泰集团已经放出风声了，对那块地皮势在必得。王总要是得不到那块地呀，我可没法交代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马珊珊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消息，她是在虚张声势。一方面呢，她是想稳住股民；还有一方面，她想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过来投他们。好，那我就继续等你的消息啦。还有一件事儿，那个胡方全，他的事儿我问了，板上钉钉。如果你担心吴总，可以自己上，没必要非得找我。你知道？毕竟我在米兰跟他待了1整年，他接触的明面上的、暗地里的合作方，
包括地下钱庄，我都有所了解。出事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了，很显然，他没说实话。他也没跟我说实话，他说跟他没关系，但是我不信。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就这么巧呢？这个魏清明之前设计过我舅舅，照我舅舅的性格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后来魏清明破产，我倒不觉得惊讶。但问题是，他谁的钱都可以借，他为什么要借胡方全的？而且胡方全明明知道他根本还不上，还要贷给他，这都是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，没有任何答案。地下钱庄的事儿，你懂的。我希望我是多心了吧？可是他跟舅舅的关系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他在里面万一狗急了跳墙，把你舅舅咬出来，这种事儿你完全可以自己上的。我没有律师执照。你的执照呢？打官司输了。输了官司也不至于吊销执照吧？我故意输的，因为对方出钱更多。人才啊，是因为王总吧？没问题，这个案子我一定能帮您打赢。啊，不，爸是想让你输，彻彻底底的输，而且我能留一点痕迹。我要是故意输案子的话，我的律师执照就会被吊销，这个我知道。不就是个律师执照吗？等办完了这件事情，爸给你开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你是我的女儿，爸只有指望你了。我越来越觉得，你既迷人，又可怕。说吧，让我帮你做什么呀？我要胡方全跟我舅舅毫无关系，这个我会去找人做，但是你心里要有数。如果他在里面把我舅舅咬出来，你要保他，为他辩护。没想到别人眼里的霸道总裁林总，还有顾家的一面。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，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我是要谢谢你的，任大律师。记得把橘子吃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救他舅舅。倒还是一个很好的外甥女。怎么了？雷万，他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，我仔细对比过他当初离开的时间，正好是车祸的第2天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多年老友雷老板，著名的会计师。10几年前呀，我们就在一起做生意了。你好，雷老板。当年的并购案，那可是轰动整个新州啊！咱们雷老板不但能力强，而且命还好，一战成名。那个负责审计的杨东华，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我听说中途就出车祸死了，而且还是一家3口。哎，好了，别光顾着说话啊！您做的这些人脸，辩护人，
这些人脸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通过骨骼重建的。好，那您重建的这些人脸，跟他们本人的真实区别会有多大？有多大的区别，我暂时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死者生前的模样。那这样说吧，一个人成年之后，骨骼的发育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样貌可能有非常大的变化。比如说我，今年是这个样子，明年可能胖了，样貌就不会一样。10年以后可能会更胖，那就会更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请问，您在做人脸重建的时候，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会去了解死者生前的身高、体重、年龄，并且结合他的骨骼尺寸，以估算出他的脸部大小，包括脂肪、肌肉和肌肉厚度。像你前面说的那个问题，其实不解决也无妨。一个人不可能因为胖瘦变化太大而难以识别。就拿您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无论您胖成什么样子，您的母亲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你来。一剑劈开黑暗，飞针无视我斗争的宣判，泪水轰炸心脏，盼望雨后太阳，为杀走恶手，放手一战。听欲望在叫嚷，心没乱，冲撞邪恶的锋芒，一路上仗义行侠，永远不投降。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。请别忘1/1000的希望，这世上善恶参半，心境谁苍凉？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